寿氏家族这一代最杰出的神子，注定要被供奉给魔神大人。不过他自己早就接受了这个结局，还过得挺开心。因为是注定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他很好。而魔神对于要接受这个祭品却满心不乐意。啊呀，我呸！我什么时候要人类当祭品了？明明是你们老祖宗死缠烂打要送人来我魔界进修，进修完一个个修为猛长，寿命延长，都穿梭到其他世界打怪去了。但是魔神心里苦，魔神不能说。更要命的是，这一代的神子在还是个小崽子的时候就显露了过人的天赋。当这个小崽子还在满地爬的时候，魔神悄咪咪来看过这个未来，可能是他徒弟的小人类，浑身奶香味的小东西，真是看不出日后会成大器。魔神很嫌弃他。小崽子能看见魔神，好奇的去摸魔神头上的角，然后吐出了人类生涯第一句话：我的。他揪着魔神的脚不肯放，我的。魔神被他烦死了，随口哄他：好好好，你的。他契约言灵成立，在这个人类小崽子活着的岁月里，魔神都将归他所有。魔神惊呆了，卧槽，这个小崽子哪来的神力缔结契约？我他妈是被坑了吗？可是契约确确实实成立了。这天以后，那个桀骜的、强大的、能指小儿夜啼的魔神大人变成了小崽子家族里一个年轻杂役，又混进了小崽子的院子里，不动声色的保护他。而时随着间一天天过去，小崽子逐渐长了漂亮的小少年，并对那个总是不经意出现在他身边的年轻杂役上了心。某个夜里，魔神大人收到指令，说小少爷有事找他。魔神大人不疑有他就去了，然后他就收获了一个光溜溜的躲在被窝里香喷喷奶乎乎的少年，毫不害臊的表示要睡他。真是伤风败俗，不知检点。魔神坚定的拒绝了，然后小少爷撇了下嘴，哇的就哭了。我都只能活到20岁了，你还不抱抱我？小少爷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定要魔神睡他。你怎么这么心狠，我就想死前爽一发，你都不依。我马上要死了，还是个处男，这都怪你。魔神快被吵死了，睡就睡。小少爷可喜欢家里这个年轻杂役了。作为天赋超群的神子，小少爷身边永远都有为他效力的人，但是这个年轻杂役总是沉默孤僻，却永远最能知道小少爷的心意。小少爷喜欢的点心、丢失的小皮球、春日里第一枝樱花，都是这个杂役给他找到的。小少爷咂摸着，左右他20岁的时候就要给魔神当祭品嗝屁了，不如现在爽一爽。所以他把自己搞得香喷喷、软乎乎的，钻进软绵绵的小被窝里，就等着年轻杂役来睡他。小少爷对自己很有自信，他猥琐的摸了摸自己挺翘嫩滑、白豆腐一样的小屁股，心里想自己这么好看，年轻杂役肯定睡一次就终身难忘。结果杂役居然不睡他，还要给他念清心咒。小少爷气得嗷的一嗓子就哭了。他怎么这么惨？情窦初开喜欢谁不好，喜欢这么一个木头。他一边哭一边委屈巴巴抓着杂役的袖子，不管不顾就把光溜溜的自己往杂役怀里塞，理直气壮的坐在杂役大腿上。我不好看吗？小少爷哭得要背过气去了。我腰那么细，屁股这么翘，阿兰说是个男人都要喜欢我。阿兰是3条街外的花街头牌。魔神大人默默给小少爷又记了一笔，很好，在他眼皮底下也敢偷摸逛花街。但是小少爷哭得太可怜了，魔神最后还是睡了他。他一边睡一边推卸责任，这都是契约所迫，他也不想的，他才是被逼良为娼的那一个。但是小少爷腰真的很细，屁股真的很翘，魔神没忍住，翻来覆去吃了好几遍，真香。魔神大人翻来覆去吃了好几次。第二天小少爷就下不来床了，嗓子都哑了，眼睛肿得像核桃，还是光溜溜的缩在被子里，却只能趴着。大骗子！小少爷哭得抽抽搭搭的，你说不睡我？你数数你睡了几次？
魔神大人理亏，只能沉默，心里却偷偷想：死皮赖脸要我睡的不是你吗？但这话不能说，照顾小少爷多年，魔神深知他多能作妖。他刚想完，小少爷就开始作妖了，要杂役去给他做甜粥，必须是他亲手做的，跟以前一样，里头要放蜜豆子。但等魔神把所谓亲手做的甜粥端回来，又亲手喂到小少爷还有点红肿的嘴里的时候，小少爷撅着嘴看他：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每次的甜粥都是厨娘做的，你笨手笨脚根本不会做。你当我傻呀？那你干嘛还每次点名要我做？魔神面无表情问他，当场被戳穿撒谎也不羞愧。小少爷哼了一声，语气却软绵绵的：我就愿意骗骗自己，你管得着吗？管不着。但魔神看着小少爷埋头吃粥，脸小小的，小下巴却有点肉嘟嘟，觉得这个小麻烦精其实有点可爱。他没忍住，伸手摸了一下小少爷的头。小少爷凶巴巴抬眼瞪他，过了一会儿，眼神却又软下来，把脸放在这个年轻杂役宽大温暖的手里。摸吧，本少爷赏你的。小少爷嘟囔道。魔神没忍住，偷偷笑了一下。这天夜里，魔神还是睡在小少爷房间里。为了避免他兽性大发再把小少爷吃一遍，魔神大人老老实实的打了地铺。小少爷屁股没那么疼了，眼珠子乌溜溜的转来转去。他睡不着，从被子里面伸出一只白嫩嫩的脚丫子，不轻不重的踹在魔神大人的背上。你陪我说说话啊！小少爷圆润的脚趾在杂役的背上轻轻挠了一下。魔神不想理他，假装睡着了，呼吸平稳，分毫不乱。小少爷沉默了一下，也不知道杂役是真睡着还是假睡着，闷闷不乐的把小脚丫又缩进被子里。魔神以为小少爷这下子该乖乖睡觉了，却在一会儿后听见小少爷有点低落的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烦，可怜我才跟我困告的？小少爷的语气听着有点可怜巴巴的。魔神心头一动，不知道还该不该装睡了。但他听见小少爷又说：不过你不喜欢我也好，我才不要你喜欢我，反正我都没多久好活了，也不想欠情债。小少爷凶凶的一掀被子，把自己裹裹好，屁股对着魔神，自己睡觉了。过一会儿就打起了小呼噜，睡眠质量可以说相当好了。而并不需要睡眠的魔神大人却在夜色里悄无声息的看了小少爷圆鼓鼓的被子好一会儿。小少爷只露出半个脑袋，头发翘翘的像个炸毛的小刺猬。小少爷还有几个月就19岁了，然后还有不到1年，不等他真正满20岁，他就要被送到魔界去了。家族里包括小少爷在内的所有人都还盲目的相信当年老祖宗骗孙子的那套瞎话，送给魔神大人就要被吃掉了。其实去魔界只是进修而已，学习如何运用自己超绝的天赋。只是这些被选中的神子一旦离开人间，进入魔界，等他们获得力量再重返人间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去很久很久，白云苍狗，物是人非。在过去的人心中，他们确实已经不存在了。魔神有点头疼的盯着天花板，心想到底要不要提前告诉小少爷他不会死呢？可是告诉了小少爷，岂不是加倍粘着他？而且他到底为什么睡了小少爷呢？真的只是嫌他太吵吗？还没有恋爱过的魔神大人想不出来，只觉得今天心也很累。过了一会儿，他悄没声息的从地上爬起来，轻手轻脚的关上了小少爷的房门。第二天，小少爷醒来的时候，那个本该在他房间里的杂役已经不见了，睡过的床铺也早被收了起来。可是小少爷嘴一扁，还没来得及嗷嗷，就看见他枕头边放着一只含苞待放的粉色桃花，旁边是包装可爱的一份点心，城东那家老字号的，一天只卖20份。小少爷打开尝了一个，是蜜豆馅的，甜滋滋的味道里带了点花香。小少爷推开房门走出去，在小花园里找到了在树下打扫的杂役，阳光洒在杂役修长挺拔、肌肉坚实的身上，也照亮了他年轻英俊的五官。小少爷咬着点心，眯着眼，心想就睡他一次，
果然有点太亏了。要天天睡，今宵有酒今宵醉。而魔神大人一边扫地一边想，按年龄来说，他是不是可以当小少爷老祖宗了？这天过后，小少爷动不动就会把杂役喊过去睡一睡，偶尔杂役也会在自己房间的被窝里发现一个浑身都带着奶香味的小少爷。魔神大人虽然表面是个杂役，但是却有自己的单人房间，家里也没人过问这件事，仿佛本该如此，倒是方便了小少爷晚上过来幽会。他骑在魔神大人腰上，月光底下的身体白嫩嫩的，还泛着点微微的粉色，咬着嘴唇，眼神迷离，却又情不自禁的哑着嗓子泄露出一点呜咽声。魔神勒着小少爷细瘦的腰，心想难怪有些魔人喜欢搞双休。他凑过去吻小少爷的脖子，小少爷身上出了点汗，但他好像连汗都是香的。房间里的床板嘎吱嘎吱好久，才又渐渐归于平静。小少爷全身都软了，趴在魔神的身上，手还不老实的摸着魔神的腹肌，觉得手感真好。魔神也随他，有一下没一下摸着小少爷的后颈，跟在摸一只猫似的。我下个月就生日喽。小少爷说道，他故意不抬头看杂役，心里却悄咪咪有点期待。睡了这么久，怎么也要睡出点感情了吧？结果杂役哦了一声，不知道该不该说恭喜。小少爷等了好久都没等来甜言蜜语，什么我给你准备礼物啊之类的，气得从杂役身上爬起来。我跟父亲申请了，要带弟弟妹妹们去抓魔兽，去被别庄度假。小少爷冷哼一声，本来要带你去开开眼的，现在不带了。魔神冷静的想，就你们庄上这些小魔兽，大概只够拿来为我的坐骑当点心。但他没说不能打击小少爷一颗脆弱的傲娇心，而小少爷也等着这个除了好看哪里都蠢笨的杂役醒悟，乖乖求自己带他去别庄。结果魔神只是不明所以的看他。王八犊子！小少爷心里默默骂了句刚学的脏话，爬起来穿衣服，一脚踢开门走了。走之前还不忘告诉魔神，他要去花街找头牌小姐姐喝花酒。半个小时后，小少爷哭哭啼啼挂在花魁阿兰的身上，呜呜啊呀的说杂役不喜欢他。阿兰心情复杂的摸了摸小少爷的脑袋，为什么他明明是个陪人喝花酒的，现在还得兼职哄孩子？哎，男人都是抢来的财香嘛。阿兰捂着自己的樱桃小口，娇笑道：你对别人好一点，不理他，晾着他，他就会乖乖找你了。小少爷打了个哭嗝，懵懵懂懂的问：真的吗？你试试又不亏。阿兰很没有职业道德。小少爷想想也是。于是等到小少爷生日的那一天，他带着浩浩荡荡一帮子人往别庄进发，偏偏没有杂役，还要杂役鞍前马后给他准备行李。而在小少爷身边那位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是小少爷的某个远亲表哥，出了名的君子如玉，一张俊秀的面孔，年年夺得少女梦中情郎前三。小少爷抬手就塞了颗糖给这位表少爷，直接塞嘴里去了，还要瞪杂役几眼。表少爷心里苦，哎呀，我最讨厌吃糖了，表弟你能不能放过我？杂役面无表情的给小少爷塞行李，心想幼稚，他堂堂魔神大人，怎么可能被这些雕虫小技困扰，还妄想刺激他？魔神大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然而3分钟后，也无风也无浪的，表少爷突然从马上摔下来了，还把脸擦伤了，虽然不太要紧吧，但还是疼得龇牙咧嘴的。表兄你这是太激动了吗？小少爷狐疑道。表少爷，我要是说感觉自己是被推下来的，有人信吗？魔神大人试了符衣去，深藏功与名。然而魔神并不是真的这么放心小少爷一个人去别庄。虽说别庄里的魔兽都是筛选过，一个个圆滚滚肉乎乎，根本不具备杀伤力，但小少爷这么多年都是在魔神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他琢磨着自己也算小少爷半个家长了，孩子出门放风，偷偷跟着也不算出格。于是他毫无心理负担的变成一只鸟，一路上都站在那个风流倜傥的表少爷头上。表少爷刚开始看见一只小鸟飞过来站他头上，听见周边可爱的姐姐妹妹都直呼有趣，心里还挺得意，即使擦破脸，本少爷也如此英俊。但很快他就觉得这只鸟好特么沉，快点给本少爷下来。
魔神大人假装不知道这个小兔崽子在想什么，高高兴兴在他头上又蹦了2下。而旁边的小少爷对这边发生了什么毫无兴趣，他时不时扭头回望一眼，离自己家的大宅已经越来越远了，而那个总是木头一样沉默的杂役却始终没有出现。小少爷的脸顿时垮下来，委屈巴巴的，心想我再也不要理他了。但是想了一会儿，又觉得舍不得，心里偷偷改口，那我3天不理他好了。去别庄的时间正好是3天，3天后他们就要回本宅了。魔神盯着小少爷看了一会儿，终于屈尊从表少爷头上下来了，收着翅膀一路摔进小少爷手心里，把小少爷吓了一跳。但看轻落在他怀里的是个毛色鲜蓝的小鸟，生得很是漂亮。小少爷又放松下来，伸出手指戳了戳魔神的肚脐。你好胖呀！小少爷笑起来，露出一个小酒窝。魔神盯着小少爷那个甜滋滋的小酒窝，心想胖就胖吧，你开心就好。后来的很多次，魔神都非常庆幸自己跟过来了。谁都没能想到，这样一个看似危险性极低的活动，居然也出了岔子。来别庄的第一夜，趁着小少爷睡觉，魔神已经把四周查看了一遍，发现没有什么危险凶兽的气息，他也就放下心来。回到小少爷房间里，小少爷睡得四仰八叉的，月光底下露着软绵绵的白肚皮，嘴唇红润润的，微微张着，露出粉色的小舌头。魔神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鬼使神差的低下头亲了小少爷一下，亲完连退3步，不得了，这小子怕是给他下蛊了，不然怎么亲了一口还想亲。恰好此时魔界传来讯息，求问魔神大人什么时候能想起来自己不是真的小杂役，能不耐回来处理一下事务。魔界总管已经闹了3次要辞职了。魔神从善如流，准备回去处理一下，避开小少爷这个麻烦精。然而第2天狩猎开始，意外陡生。本该安全无遗漏的狩猎场，不知哪里被放进来几头风化的凶兽，狩猎场边缘还被撕开了一个入口，连接到了某个不知名的秘境。共30余名武士失踪，死伤不计。小少爷本身可以自保，然而为了救一个幼妹，被凶兽掳走，暂不知去向。魔神感知到小少爷陷入危险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宫殿里给小少爷翻生辰贺礼。他也不是真的木头，怎么会不知道小少爷心底里真正期盼的是什么？旁边的魔界总管生无可恋的看着自家主子，似乎要把库存掏空，心如死灰。他不想辞职了，他想直接上吊。但是很快他就发现魔神大人毫无预兆的停住了手，一道灼热的红色烙印突然火蛇一样扩散到了魔神大人的手心，而烙印的源头则是魔神大人的心口。然后一句话都没有交代，魔神大人就消失在了原地。只有刚刚被他拿在手里的宝石盒子滚在地上晃了2圈，倒出来一堆万年难求的洗水珠。魔界总管默默把被翻乱的宝物捡起来放回架子上，心里总有种预感，魔神大人可能很久很久都不会回来了。小少爷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他已经被掳走自己的凶兽带离了别庄，几个跳跃就进入了那个被撕开的不知名秘境。他不是不想反抗，一旦秘境入口被关闭，他的家族再是权势滔天也难以找到他。他可能就这样默默的变成一堆白骨，死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但他反抗不了。他虽然天赋奇高，但谁都知道他活不长久，一个只能活到20岁的人，纵使精彩绝艳，也注定要沉寂。所以家族没有必要培养他，越是挖掘他的天赋，越是会可惜，这样一个天才的苗子，却永远都不能成为家族的栋梁。如今他被凶兽叼在嘴里，大片的血液浸透了他的衣衫，小少爷脸色一片惨白，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他就像一个守着宝藏却无法拿用的倒霉蛋，明明有着强大的神力，却一招一式都施展不出来。他不知道这个凶兽要带他去哪里，意识变得越来越模糊，迷惘间他心里头突然有点后悔。他后悔的离开家的时候，他光顾着跟那个年轻杂役吵架，都没有来得及好好告别。如今他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
而那个年轻杂役也许还在等他回家。小少爷的心一下子痛了起来，两道长泪从他眼角滑落了下来。刚刚被袭击的时候，身体险些被撕开，这么痛他都没有哭一声。如今想到那个可能还在院子里等他回家的年轻杂役，他的心房却在一瞬间溃不成军。然而就是这时，一直咬着他狂奔的凶兽突然停了下来。小少爷听见了一个极其冰冷的蕴含着暴怒的声音：你的主人没有教过你不能随便觊觎别人看守的宝藏吗？这声音的主人听上去很熟悉，熟悉的让小少爷愣了一下。他费力的抬起眼皮，只模糊看见一个黑色的气势如刀刃一般锋利的身影。该把它还给我了，那个声音又说道。然后下一秒，小少爷甚至没看得清那人如何出手的。咬着他的凶兽被狠狠的一掌击退了，小少爷从他嘴里掉出来，落入一个冰冷却坚实的怀抱。这人的手掌从他的伤口上拂过，血流不止的地方就被止住了。小少爷恢复了一点清明，费力的抬头想要看清这人的脸。我还不知道送你什么生辰贺礼比较好，就先提前送你一场花雨吧。这个抱着他的人说道。小少爷这才看到，那个刚刚还对他来说阴森又恐怖的凶兽，此刻像被无形的线吊在了空中。然后啪的一声，这个凶兽的身体就炸开了，却不是炸成血肉模糊的肉块，而是在瞬间炸成了无数粉红色的花瓣，漫天洒下。这秘境里已经是夜晚了，悠悠的月光底下，无声地下了一场浅粉色的花雨，仿佛戏本子里年轻书生与心上人一见钟情的场景。而小少爷终于在这花雨里看清了抱着他的人是谁，这个穿着黑色长衫、刀刃般锋芒毕露的男人，分明就是他熟悉的那个年轻杂役。昏过去之前，小少爷咬牙切齿的想，我就知道你果然不是什么老实本分的杂役，你给我等着，本大爷醒了再跟你算账。小少爷醒过来的时候，外头的秘境已经下起了雨，他被好好的安放在一个开凿过的山洞里，换了干净柔软的衣服，蚕宝宝一样裹在被子里。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仿佛那个害人的凶兽赶来救他的年轻杂役和那场漫天的粉色花雨都是假的。然而他费力的从裹得严严实实的被子里面钻出来，吐了口气，把视线落在了那个坐在洞口的仿佛不知道他醒了的黑色背影上。外头下雨了，山洞口天然垂下了一道雨帘子，那个他看不透的年轻杂役随意坐在那儿，雨点子就跟开了窍一样，纷纷避开他，不敢落在他身上。小少爷裹着被子蹭过去，小手指戳了戳年轻杂役的背，别装傻，转过来。魔神大人不情不愿转过来了，四目相对，这次他们不再是娇贵的小少爷与普通杂役，魔神大人第一次没有掩藏起自己的气息，他看上去强大又威严，虽然还是年轻俊美的一张脸，可那双隐隐泛着金色的眼睛却让人不由自主感到胆寒。小少爷望着这熟悉又陌生的一张脸，总有点出神。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家那个年轻杂役不太对劲的了。叫年轻杂役其实也不是很合适，因为这人在他家待了10来年了，面容从未改变过。可是除了他自己，家族里所有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更准确的说，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下意识忽略了这个杂役的存在。有时候他派人去把这个年轻杂役叫来，领到任务的人总要茫然好一会儿。小少爷渐渐发现了，这个杂役好像是专门照看他一个人的。他把小皮球弄丢了，不一会儿就有一个更精致漂亮的从门口滚进来，咕噜噜正好滚到他手边。他和弟弟妹妹吵架生气了，窗户口会放上他喜欢的点心和最新的画本子。族人都去踏青玩乐了，他却因为尊贵的身份没能出行，但他的枕头下不知为何有祭典上的小糖人和素花香球。他在这日积月累的一点温柔里，慢慢的情不自禁的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杂役。他知道他不该喜欢任何人，他是注定要被献祭的神子，只能活到20岁，哪来的资格谈喜欢？可人的心从来是控制不住的，
越是压抑，越是难耐。如今这个年轻杂役为了救他，把自己一直以来极力掩藏的东西都暴露在了他眼皮子底下。小少爷心头软了一软，他熟门熟路的蹦跶了一下，爬进了杂役的怀里，自己调整位置，坐得舒舒服服的。魔神大人的身体僵了一下，又不由自主的抱住了小少爷。他刚刚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其实对于他来说，想掩藏身份太容易了，让小少爷忘却这段记忆也太容易了。他大可以把小少爷护送回去，就幻化出另外一副模样，悄无声息的消失在小少爷的生活里。可他偏偏觉得小少爷会难过，竟然不忍心。但如果小少爷现在就知道了他的身份，魔神大人心情复杂的想，他和小少爷如今的关系不清不楚的，睡也睡了不少次了，可是他到时候带小少爷回魔界是当学徒的，如果戳穿了，自己是不是得直接带人当魔后去啊？魔神盯着小少爷那张嫩白细滑的脸，感觉好像也没这么难以接受。如果我不问你是谁？小少爷伸手摸了摸魔神的脸，他看上去很平静，声音细细软软的，像刚出壳的小鸡仔，让人情不自禁想抱抱他。如果我不在乎你是谁，也不去好奇你的身份，你会不会跟我回去，还当我院子里一个普通的杂役，陪着我直到我20岁那天？魔神大人愣住了，他没想到小少爷会对他说这个，他从小少爷这句话里听出了妥协，也听出了有点可怜的小心翼翼。魔神沉默了一会儿，其实这对他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还没有完全理清楚自己的心意，小少爷不追究，正好给了他喘息的机会。但他低下头，小少爷就躺在他的臂弯里，柔白色的一张脸，眼睛黑而湿润，殷切的望着他，嘴唇是春天里樱花的颜色。他看着这样的小少爷，心里头突然有点酸涩，是他从没有体会过的情绪。你什么都不问，万一我是坏人呢？魔神拖着小少爷的屁股，把他往上抱了抱，与小少爷额角相抵。就算你不怕，你不为你家里人考虑吗？小少爷笑了笑，有点狡黠，像个可爱的小狐狸。你当我傻呀？你这样的身手，即使是家族里所有高手加起来都难以匹敌。小少爷声音很淡，你要是想下手，根本不用当个杂役，就是要灭我全族，也没有人拦得住你。可你潜伏多年，都只是当个杂役，要么就是你不是个坏人，要么就是我们家有什么令你忌惮。小少爷偏着头看他，我猜是前者，还挺聪明。魔神亲了下小少爷的眼皮，那你会跟我回去吗？小少爷问他，尽力藏住了自己眼中的渴望。我不会问你的，你也不用再陪我多久。刚刚还夸他聪明，现在看着又有点傻乎乎的。魔神想，但是这样的小少爷让魔神只觉得可爱。他看着小少爷软绵绵躺在他怀里，心里头左右摇摆，想了一会儿，最终道：好，我跟你回去。等我想明白了，也许我会告诉你我的秘密。小少爷一颗心放下了，起码短时间里，这个年轻杂役不会离开他了。他靠在杂役的胸膛上，无意识抓着杂役的手指，也不知是谁先动的。等小少爷回过神来，他已经被这个杂役压在岩壁上亲吻。小少爷刚刚被换上的衣服又被剥了下来，摊在身下，他一身皮肉都是雪白柔软的，魔神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划过，像抚弄一只敏感爱娇的猫，轻轻一用力就留下一道红痕。小少爷情不自禁的打着颤，从喉咙里发出带着气音的呻吟。他的眼睛是湿的，嘴唇是红的，伸出粉色的舌尖舔弄着魔神的手指，有种天然妩媚的神态。他乖乖的在魔神身上分开了两腿，两个人这段日子的厮混让他们对彼此的身体都很熟悉。魔神进来的时候，小少爷脖子猛地往后一仰，像只濒死的天鹅，脆弱又美丽。外头还下着雨，雨珠子从山洞口落下来，连成了一道珠帘子。外头的空气是微冷的，混着一点森冷的花香，也不知是从秘境里哪处传来的。然而山洞里面却是热的，皮肉相贴的温度，雪白皮肤上淌下的热汗，张开的红润嘴唇，还有一双湿润勾人的眼睛，留下了泪痕。小少爷被魔神握着腰，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
可是他又这么喜欢看这个沉默寡言的杂役，如今眼睛透着一分赤红，满是渴望与占有的看着他。喜欢的他心都痛起来，他费力的伸出手，被情欲蒸腾的满脸绯红，勾住了魔神的脖子，雏鸟一样依偎在他身上。我可真喜欢你，他迷惘的呢喃道，也许连自己都没注意到自己说了什么。魔神反手勒住了他的腰，咬上了他的嘴唇。他也说了一句什么，可是小少爷没听懂，这是他不熟悉的语言。魔神说的是更久远的时代，为了战争才创造出的古魔语。可这句话并不是为了杀戮，而是效忠。我属于你。魔神带着小少爷直接回了主宅。他们离开那个秘境的时候，小少爷还被魔神抱在怀里，斗篷底下是赤条条的身体，脸颊还带着红。他迷迷瞪瞪的看着这个杂役的手抬起来，是上位者的姿态，在空中不过是随意一个摆动，那个秘境的入口就被关上了。这里头还可以，魔神平静道，你要是喜欢，以后还可以带你来袭击你的那些杂鱼。魔神想了想，他这样的位置根本不会记住人类杂鱼的姓名，反正都死光了。估计是你家的对头下了血本想掳走你。至于掳走一个天赋异禀却偏偏没被培养过的神子是要做什么，魔神没说，小少爷也就没问。但只有魔神自己知道，那些人本可以死得痛快点的，但是一些黑暗肮脏的念头被他读取到了，他不是很高兴，就让那些人死得慢了一点。小少爷被魔神带回主宅，速度很快，他还没感觉已经看见自己家院子的墙头。魔神把他带回了他自己的那个院子里。此时院子里没什么人，这么大一个宅子，如今是下午，阳光滚烫，却总有点沉闷。小少爷被放到了柔软的床上，斗篷从他身上解下来，露出细白的皮肉和满身暧昧的红痕，而魔神又变回了年轻杂役的样子，面目一瞬间温和寡淡了许多，穿着不起眼的灰色衣服。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温热的湿毛巾，给小少爷擦着身子，看上去规规矩矩，好像真是个服侍人的下人。小少爷躺着，任温热的毛巾擦过自己的身体，嘴角和眉梢却都挂上一点笑意。他心想，装什么呢？他之前被凶兽咬出这么大一道上，这位爷一秒就给修复了，如今他不过是身上带点红印子，还非要细细给擦个身子。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坦然的躺在床上，身上不着寸缕，只有黑色的长发披下来，眼神柔软又粘人，不老实的拿腿去轻轻蹭着杂役的腿。一会儿我走出去，家里人估计都要吓到。小少爷故作天真问这杂役，你说我得编个什么话，他们才能确信是我自己逃出来的？魔神帮他擦到了手指间，粉嫩透白的手指头，软绵绵的豆腐一样。用不着编，魔神轻轻勾了下嘴角，他们会觉得你没被掳走，去别庄的时候对立家族偷袭，虽然损失了人手，但偷袭的那一家直接全军覆没。如今你们都好端端回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的小少爷。小少爷乖乖伸手让杂役给他穿衣服，他看着这种年轻英朗的脸，平静淡然的说着不得了的话。小少爷嫩白的脚踩在杂役大腿上，笑了一笑，你这么有本事却还肯服侍我，我是不是该感激涕零？魔神看他一眼，你可有本事了，比我厉害。可不是嘛，当年小少爷还是个婴儿，就把他堂堂魔神用契约套住了，可谓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了。当年魔神深恨自己嘴贱，回了一句好好好，是你的，一句话把自己坑惨了。但如今他低头亲了一下小少爷花苞一样漂亮的嘴唇，你以后还能更厉害，永远压我头上。小少爷回了家以后倒是风平浪静，还去探望了一下在别庄受伤，如今单个在他家养病的表少爷。那表少爷虽然是个花花公子，却也不是没有真材实料，别庄一战里为了护住自己这个金贵的表弟受了重伤，险些命丧黄泉。小少爷拉了拉陪他一起来探望的魔神的手，又不动声色拿脚丫子踹了魔神大人一脚。魔神大人看了一眼这个在床上不能动了，还不忘勾搭美貌侍女姐姐的骚包，
不情不愿给他治疗了一下。死不了，魔神仗着表少爷被治疗的昏过去了，听不见，跟小少爷嘀咕，毕竟救了你这个宝贝，你们家压箱底的药都给他用上了，就算我不出手，也早晚能好。小少爷笑眯眯的给表哥擦了擦额角冷汗，眼看着魔神的脸越来越黑，心里头嘻嘻嘻笑了起来。他救了你，你就这么上赶着照顾，那我呢？魔神吹胡子瞪眼的，我都以身相许了，还不够啊？小少爷顺嘴一答。然而话一说完，两人都愣住了。小少爷跟他睡了这么多次，却从没有提过什么以后，更不提什么嫁娶。他察觉自己失言了，咬了咬嘴唇，一个没注意就掐了表少爷的手，痛得表少爷睡梦中也表情狰狞。魔神也愣住了，盯着小少爷回避的侧脸，心思又有点活络开了。他那个宫殿里还缺个魔后呢，虽说魔后一般都是从魔界找的，但也没规定不能找个人间界的呀。魔神瞅了瞅小少爷软嘟嘟的侧脸，最近他夜里时常去钻小少爷的窗户，来人间别的没学会，偷鸡摸狗倒是非常熟练。晚上似乎有祭典和午宴，你要去看吗？魔神问道。他伸手勾住了小少爷的手指。小少爷转头看他一眼，心道这木头是约自己月下梢头幽会啊，看来话本没白看。好啊，小少爷答应了，顺便凑过去亲了魔神一下。被遗忘的表少爷躺在床上，人没有醒，却在梦里觉得酸溜溜的，似乎是那种被迫围观别人恩恩爱爱的心情，有种说不出的酸楚。到了夜里，小少爷的窗户悄摸就开了，从里面钻出一个肤白貌美的小公子，呲溜一下跳进了在墙下等着的人怀里，非常像私奔的前奏。魔神接到了他心爱的小美人，抱在怀里，神不知鬼不觉就带着小少爷飞出了院墙，去了城里最热闹的街上。今天是百花午宴，满街的灯火都被点燃了。说是百花午宴，其实是城里面几个有名的花楼举办的，楼里花娘比舞比美，魁首即是花魁。阿兰就是上一届花魁，今年他已经坐在楼上嗑瓜子了。他被人赎了身，也不知是哪个大手笔的恩客，将他带走不提，还对他放纵的不行，让他坐在高高的楼阁上充当评委。小少爷高高兴兴去和阿兰坐一块儿，魔神大人没办法，也跟着上来。阿兰跟小少爷挤眉弄眼，他就是你要的那人啊。睡了感觉怎样？小少爷笑嘻嘻，一起嗑瓜子，爽。魔神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听见。我觉得这些舞娘都没你好看。小少爷看着楼下挑剔道。那是，阿兰挺一挺饱满的胸，老娘天下第一。到底谁给你赎身的啊？能说吗？不能算了。小少爷有点好奇，其实当初他还考虑拿自己私房钱给阿兰赎身算了，反正钱财对他也没什么用。结果被人抢先一步，阿兰还在嗑瓜子，这还真不能说。但是吧，我现在过得蛮好的，那人不可能娶我的。他看了看小少爷，笑得有点怅然，别说是做妻，娶我当妾都不行。小少爷愣住了，那你跟他干嘛？还不如跟我呢。婚嫁自由，养老保险。那人已经有家室了吗？小少爷有点操心。阿兰扑哧笑了，还没，不过早晚会有。但是管这么多干嘛？得过且过，一想贪欢也值了。底下的午宴已经到了热闹的地方，花娘的裙子如百花绽放，灯火重重，似乎连夜空都染上了亮色。阿兰的脸在灯火映衬下，美得近乎不真实。也是，小少爷望着底下出神，喃喃道：一想贪欢，哪管他身后如何。午宴最后的结果，小少爷没看，左右也没有当年的阿兰好看，他就失了兴致。但他走的时候，阿兰拽拽他，偷偷摸摸塞了一包东西给他，挤眉弄眼的跟小少爷耳语几句。小少爷小脸红扑扑的，把东西塞进了乾坤袋里，这才牵着魔神的手离开。你要是过得不开心了，小少爷临别前看着阿兰郑重许诺，你拿着我的腰牌过来，总有人庇护你的。哪怕那时候啊，
已经不在了。阿兰一怔，随即他笑了笑，好呀。虽然他知道自己并不会娶，但君子重诺，给小少爷这一诺，他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午宴，附近的街道也热热闹闹没有停歇，小摊小贩挤挤挨挨的分散在道路两边，灯火通明，热闹的仿佛白昼。许多深闺的淑女也悄悄跟着家里人溜达出来了，戴着小小的面纱，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好奇的看着路边的花灯和腌制水粉，要一碗糖水泡过的果子，小口的吃。魔神也给小少爷买了个木簪子，雕的是个咬着自己尾巴的小狐狸，精致是谈不上的，就是有几分野趣。小少爷一边嘀咕这簪子哪儿好看了你什么眼光，一边却乖乖让魔神给他挽上。漆黑如瀑的头发上露出一个咬着尾巴的小狐狸，魔神看了看，觉得很配。路过一个卖酥酪的摊子，小少爷耍赖说走不动了，两个人就坐下来一起要了2碗。卖酥酪的是个和善的老人家，一开始拿小少爷认成了小女孩，直夸她好看，发现弄错了就笑了笑，都怪小公子生得太漂亮了，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男孩。小少爷脸红扑扑的，把脸藏到了碗后面，而魔神颔首，觉得说得很对，往老人家收钱的小篮子里弹了个小珍珠，以表惺惺相惜。正吃着呢，小少爷本来是和魔神说着话的，却突然在人群里看见一个身影很像阿兰。他伸了伸脖子，一看还真是阿兰，只是也戴了面纱，头上珠翠全无，倒是收敛了一身艳色。他刚想喊阿兰过来一起吃，却发现阿兰身边还站着一个英俊挺拔的年轻人，一身黑衣，眉目虽然清秀，却看着很是不好惹。小少爷顿时八卦起来了，在座位下踢了一脚魔神，你看那会不会就是给阿兰赎身的？魔神匆匆瞥了一眼，倒是勾起了嘴角，他身边那个是个女人。你瞎说什么啊？小少爷不信，然而再一张望，阿兰和那个年轻人正好走到灯下，小少爷一下子看清了那个年轻人的面容，很是熟悉的一张脸。我去，这不是三公主殿下吗？小少爷惊呆了，阿兰够可以的呀，一出手就搞上了皇族。小少爷喃喃道，难怪阿兰说这人不可能娶她，别说做妻做妾都不行。魔神在旁边哼了一声，心想皇族怎么了？你一出手就搞了魔界之主，我说什么了吗？但小少爷却忧心忡忡的，这要是对上皇族，他可真说不准护不护得住阿兰。更何况天界无情，眼下那三公主看着对阿兰很是用心，可他怎么听说那三公主也许会跟大将军家的长子联姻呢？小少爷顿时有点没了胃口，乍然间撞破这个秘密，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只觉得世间百态，人人都身似浮萍，不管是漂泊如阿兰，还是尊贵如皇族，往往都身不由己。他正想着，头上却被一个宽厚的手掌轻轻摸了一下。别担心，只要是你希望的事情，我都能帮你达成。魔神摸了摸小少爷的脑袋，虽然人间的事情自有定数，但改变一两人的命运还是很容易的。这天回了家，阿兰给小少爷塞的那包东西就用上了，里头是一件红色的舞娘裙子，叮铃当啷的金色配饰圈住了细细的手腕与脚踝，红色的薄纱贴着素白的肌肤，可以看见细瘦的腰肢，岔开的裙子下是白嫩的大腿，脚踝上的坠子叮当作响。魔神眼睛都透着猩红，心想那花娘叫啥来着？阿兰是吧？这恩情他魔神算是记住了，肯定给他还上。你倒是过来啊！小少爷坐不下来，可怜巴巴跪在床沿上，月光底下，他一身红色薄纱，肤若凝脂，比魔界最妩媚的魔女还要勾人3分。魔神走过去，一把他捞进怀里，摁在了腿上。他们在月光底下亲吻，金色的手环脚环一直叮当作响，红色薄纱价值千金，却轻飘飘碎成了红色的云，落在地上。若有人此刻从窗外走过，就会听见微微打开了一点窗户里泄出少年人青涩柔嫩的哭泣声，哭得止不住，却又透露出欢愉。另一个低沉许多的声音在哄他，过了一会儿却又没忍住，
加倍的欺负他。这天深夜里，小少爷已经累得睡着了，魔神在月光下亲亲这个小宝贝的脸。第二天一觉醒来，小少爷发现枕边有个字条，魔神说有事回去一下，去就回。小少爷困得眼皮打架，心想王八蛋吃了就跑，可他却觉得手上有个什么东西沉甸甸的，抬手一看，好大一个玉戒指，粗糙笨重，但是看着好像挺贵，往小少爷手上一套，显得他手格外细，戒指格外粗。这都什么审美啊？小少爷心里嫌弃道，结果一扭头就找了根绳子，把戒指挂在脖子里了。午饭的时候，有个小侍女来请小少爷过去，说家主有事找。小少爷想不出是什么事，他在家就是个吉祥物，正经事没有，只需要把自己养的白白胖胖当个合格祭品就好了。结果一踏进正厅里，他才发现家主和几个长老都在，目光沉沉的看他，说不出是喜是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小少爷心里头突然一跳。家主和长老对视一眼，不知道怎么开口。魔界那里从来没和我们联系过，但这次却传了消息，说不要你当祭品了。小少爷一愣，还没来得及高兴，就看见长老愁眉不展，心里又是一咯噔。他们提了别的条件吗？小少爷问。长老叹了口气，不要你当祭品了，可是他们说魔神大人缺个魔后，准备2个月后就来迎娶你。小少爷呆呆的坐在窗边。如今春日已过，初夏的空气已经带了几分炎热，然而窗边一棵参天的树如一片绿色的云，遮蔽了日光。小少爷摩挲着手上那个粗笨的玉戒指，这枚戒指到他手上不过半日，拿到的时候他一边嫌弃戒指难看，一边心头却是滚烫的，有种隐秘的欢喜。如今不过半日，他的心已经冷了。他又想起长老满脸为难的样子，告诉他，我们白家虽在人间显赫，与皇族也有一争之力，可是那是魔神大人啊，我们怎么敢违背？别说是你了，就是当今太子，魔神大人但凡开口，也只有送去的份。家主在旁边长叹一口气，叫了他的小名。阿福，你是去当魔后的，总比真的成为祭品好吧？小少爷趴在窗户上，一点零星的斑驳日光落在他的手掌上，他摊开手，掌心里像握了一个小小的发光的糖果，滚烫。那个年轻的杂役去哪儿了呢？小少爷正想到。又过了好一会儿，透过茂密繁盛的枝叶传出了一声抽泣声，而那头魔神大人喜滋滋的在跟总管讨论婚礼事宜。这个宫殿要重新整修，那个我们不是从天界抢了不少东西吗？你看着弄好了。魔神努力绷住，嘴角还是露出一点笑意。他喜欢吃点心，给他找几个会做人间小点心的厨子，还有他皮肤嫩，太娇了。你去把天界那些仙女带过来几个帮忙布置一下，别搁着他。魔界总管掰断了一支毛笔，然后抬起头又换上专业的笑容。您继续说。魔界跟人间的通道也维修一下，方便他回家省亲。对了，要给天界帝君发请帖，那个老光棍还单着吧？魔神大人滔滔不绝，说的话比他以前1年都对。魔界总管一边尽责的记录，一边把渴望的目光投向了窗外的一棵树。这棵树这么高，应该很适合上吊吧？把事情都交代的差不多以后，魔神大人又一次扔下待处理的事务，快马加鞭赶回了人间。魔界总管心如死灰，这还没进门，已经如此祸国殃民，等真娶了，还不是从此君王不早朝？魔界要完。然而魔神没想到，他一回到小少爷的院子里，会看见小少爷身边整整齐齐放着3个包裹，自己晃着腿坐在床边，一看见他就眼睛一亮。魔神正想这是怎么了呢，小少爷就扑到他身上，眼泪汪汪的。你带我私奔吧。魔神沉默了2秒。你等等，不是私奔什么？娶你的是我，你跑什么跑？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小少爷嗷的一嗓子就哭了。那个魔神居然不要脸想娶我，老牛吃嫩草。我都听说了，他又丑又胖还老，凶的一比，一天起码吃3个凶兽还不洗澡。魔神绝望的想，
我洗澡，真的。我也不丑不胖，不爱吃魔兽。你到底带不带我走啊？小少爷整个人都挂在魔神身上，哭得满脸通红，小鼻子一抽一抽，看起来格外可怜。我不要嫁给那个又老又丑的魔神。小少爷可怜巴巴瞅着他，你要是嫌我麻烦，也可以带我出去了，就不管我。魔神简直要被气笑了，然而低头看着小少爷，小小的一团缩在怀里，整个人像只瑟瑟发抖的小奶狗，又觉得他可爱的不行，心里一点催生的邪念悄咪咪冒了头。他把小少爷抱腿上，问：你私奔想去哪儿啊？虽说天地宽广，可是你要跑到哪里去？我有好多想去的地方。小少爷抓着魔神的衣服，声音里还带着哭腔。我从出生起就没怎么离开过家，最远不过是去祭祖。我想看一看营北的雪山，看花月城里美人迎风而舞，看通天楼的灯火彻夜不息。我还什么都没看过。小少爷的眼泪又下来了，像个红着眼的兔子，水汪汪的一双眼睛，眼泪是温热的。如果我嫁给魔神，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魔神拿手背擦掉了小少爷的眼泪，觉得自己这个人间的小妻子可怜又可爱。他想起自己读的人间的话本子，好像私奔这件事也挺别有情趣的。新婚夫妻携手同游虽然是没事，但是患难爱侣私奔天涯好像也很刺激啊。魔神暗搓搓的想到，大不了就当婚前演习，提前度蜜月了。我带你私奔，你是不是会很高兴？魔神温声问。小少爷大力点头。如果最后私奔失败了，被抓回来了，你也不后悔？小少爷吧唧亲了他一口，不后悔，就想跟你在一起。说走就走。当夜，魔神大人就扛着他人间的小妻子，一溜烟离开了白家的大宅。天边弯月如钩，满地清冷的月光。魔神驾着从魔界送过来的小马车，悠游自在的带着小少爷出了城。小少爷不可置信的从帘子里探出小脑袋，我们私奔这么顺利的吗？废话，也不看你相公是谁。魔神在小少爷脸上亲了一口，先带你去花月城，再去雪山，最后去通天楼，好不好？好。小少爷奶声奶气的应道，笑弯了一双眼睛。一眨眼1个多月过去了，花月城跟雪山都看过了。小少爷因为生得玲珑美貌，差点被花月城的舞者姐姐们联手扣下，非说这是个当舞者的好苗子。小少爷被一群大胸姐姐们抱来捏去，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看，最后只能憋着嘴要哭不哭，等魔神把他救出去。如今他们到了通天楼所在的天河城，这是一个没有白天的地方。据说是第一任城主与天神做了交换，愿意放弃被太阳照射的福泽，换取永不可破的城墙。如今传说是真是假也没人知道，但是天河城最中心的地方就是通天楼。通天楼里放着上万盏永明灯，彻夜不息，远望去如黑夜里燃烧的火炬，给予黑暗里的信徒指引。在这永远没有白昼的城市里，通天楼就是城里人民的太阳。小少爷牵着魔神的手站在人群里，周围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看着这人间辉煌的盛景。本地人早就对此见怪不怪，小摊贩一心忙着做生意，说书人则摆摊讲述城主与他18个小妾的爱恨情仇。真漂亮啊！小少爷喃喃道。他的眼里倒映着通天楼的灯火，这样高又这样亮的一座城楼，映在眼睛里，如同繁星坠落在深湖。魔神没觉得通天楼有什么漂亮的，但是仰头看着通天楼的小少爷实在漂亮。夜里他们住在靠河的院子里，也不知魔神一路如何打点的，每到一处都有温馨整洁的院落可以住宿。两个人抱在一起亲吻，屋子里很暗，只点着一盏朦胧的灯，暖色的光从纱罩里透出来，照着小少爷浑身雪白的趴在床上，细白的手抓着蓝色的被单，身体蹭在背面上，肩背都是汗，承受不住的颤抖。而魔神的吻一路细碎的吻在他的脊背上。过了好一会儿，这屋子里才安静下来，小少爷懒洋洋趴在魔神身上，他眼睛转了转，拍了拍魔神。你要是没带我私奔，过2天我就得嫁给魔神成亲了。魔神摸了摸小少爷的脑袋，心想过2天你还是得嫁的，后位空悬多不像话。你想不想
小少爷突然红着脸说了句什么，魔神却听清了。小少爷说：“你想不想看我穿嫁衣啊？”魔神来劲了，一低头看见小少爷面红如桃花，眼睛盈盈如水。想。魔神斩钉截铁。魔神眼睁睁看着小少爷从小包裹里摸出了一件嫁衣，丝绸柔的像水从手心里划过，描金绣花，是贴着小少爷的身量做的，华贵却不至于过于艳丽。小少爷光着脚站在地上，不知怎的，罕见的有点害羞，怯生生的。这嫁衣的红色映在他雪白的脸上，嘴唇也是红的，整个人鲜嫩的像个小蜜桃，睫毛眨巴眨巴看着魔神。好看吗？他小声问道。魔神心想，好看的魂都要被勾走了。好看。魔神说道，弯下腰给小少爷穿上鞋。那你娶不娶我呀？小少爷被魔神抱着，脸红着，垂下眼睛低声问。这一声细细的小猫一样怯懦，却因为房间里安静，听起来格外清晰。魔神抬头看他，小少爷眼神都不知道往哪里放。这段感情是他起的头，胡搅蛮缠，蛮不讲理，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由不得人不喜欢他。但他如今却看着有点胆怯，有点可怜，手抓着魔神的衣服，抓出一道道褶皱。娶啊！魔神说道，为什么不娶？小少爷便笑起来，像是终于安心了一样，搂着魔神的脖子说，你真好。这天晚上，魔神抱着穿着嫁衣的小少爷又吃了一次，小少爷又乖又软，特别好吃，浑身都粉嫩嫩的，嫩豆腐一样。魔神心想，还是他运气好，天界帝君多少年都是老光棍一条，而他来人间溜了一圈，就娶到了小魔后。魔神后来心满意足，抱着小少爷准备就寝，结果小少爷硬撑着爬起来，说成亲有个什么合卺酒要喝。魔神不懂人间这些乱七八糟的，都听小少爷的。小少爷红润润的嘴唇含着酒液渡过来，他便悉数饮尽，还觉得媳妇真可爱。然后下一秒他就晕过去了，秒倒。而在他睡着以后，他刚娶的小妻子，他的小少爷在床边看了他许久，最终轻轻吻了他的额头。然后小少爷推开门，在院子里放出一支烟火，明亮的朱红色在夜空里点燃。等了好一会儿，不知从何处冒出两个黑影，跪在小少爷面前，属下白衣白妻护送少爷回府。天亮后的白家大宅，这2个月来，白家走丢了尊贵的小少爷，待嫁的神子大人却一反常态的没有惊慌，倒像是小少爷不过出门远游，随时会回来。如今在2月的这个早晨，白家的大门悄无声息的打开了，2个白家暗卫护着失踪2月的小少爷回了白家。白家家主在厅堂里等着，看见小少爷穿着一身红衣走进来，脸上还带着泪痕，眼神却清醒，心里头长叹一声，回来了。白家家主说道，你跟他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小少爷说道，等他醒过来，应该就忘了我了。白家家主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拍了拍小少爷的头，说苦了你了。小少爷红着眼睛，却死死没肯掉泪。出嫁的日子定在了明晚。白家家主心里不忍，可这事由不得他做主。小少爷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小少爷回了自己的房间，一别2月，他的房间还和离开前一样，屋里的摆设都没有变。可他推开窗，窗外那棵参天的树还是亭亭如盖，可是树底下不会再有一个年轻俊朗的杂役，推开他的窗，伸出手把他抱走了。小少爷呆呆的看着这树，眼泪一滴滴掉下来。如果那个年轻杂役现在醒了，应该已经忘了他了。他骗了他，私奔是假的，要和那个杂役成亲，相守一世也是假的。他是白家尊贵的少爷，自从出生起就接受家族最精心的照拂，他知道自己生来就是祭品，所以家族里的人联系他，舍不得他在家的时候受一点委屈。他也想狠心，不管不顾，一走了之。可是19年来的感情不是假的，家族里面他亲手抱过的弟妹又娇又软，拉着他喊哥哥。
他的父母虽然和他并非亲生，可是年幼时候生病，被母亲抱在怀里一遍遍哄，被父亲扛在肩上带去看花，也都不是假的。一旦他真的任性走了，留给他的家族的就只有毁灭了。他走不了，所以他拜别了父母，拜别家中长辈，为自己留下了最后2个月的自由，跟他爱的人私奔，看一看大江南北，陌上风光。他昨天里和他爱的人已经成亲了，这就很好了，他很满足了。所以他在最后那杯合卺酒里下了家里珍藏的秘药，是前朝王室留下的，无论是人类、魔族，甚至天族，饮下即忘却前尘。包括他那个年轻杂役，会永远忘记他在人间遇见过一个小少爷，蛮不讲理的要睡他，自顾自要和他恋爱，最后又抛弃他。他还会记得自己从前是谁，记得自己年幼的生活，却会忘却自己在通天楼的灯火下牵过谁的手。魔神一觉睡到了第2天傍晚，醒来就发现他老婆跑了。他昨天还穿着嫁衣跟他山盟海誓亲亲抱抱的小妻子跑了。魔神揉着痛得不行的脑袋，沉痛的想，难怪当年他的老师谆谆教导，人类比起魔族天族，身体素质差的不是一点，然而个个狡猾，不可小觑。这人间看上去又乖又软、天真可爱的小少爷，居然说跑就跑。魔神端起昨天的酒杯闻了一下，一股子浅淡的，已经几乎闻不出的忘忧的味道，还是魔族出品，天族做的，应该有股难闻的琼花味儿。他身居神位，别说是一杯酒的药剂，就是再来100份也奈何不了他。但是头是真的疼，一半是药性，一半是给气的。魔神也不傻，他琢磨了一下日子，今晚似乎就是他原本定下的求娶小少爷的日子了。他本来准备今夜带小少爷回家，光明正大带他回魔界，如今看来，小少爷怕是自己跑回去了。真是让魔发愁，早知道早点摊牌了。魔神凝眉思索了片刻，一推门，急速赶去了小少爷的家宅。魔神赶到小少爷院外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不少。魔神熟门熟路的闯到院子里，绕过窗边那棵参天的树，悄声推开窗户，一眼就看见了坐在窗边的小少爷。小少爷规规矩矩的坐在床边，还是大红的嫁衣，却已经换了一套，更为华贵隆重，显得小少爷身量格外小。可魔神瞧了一眼，心就揪了起来。他的小少爷，那个活泼又爱闹的小少爷，眼神已经冷了，像具精美的人偶，麻木的等待着未知的命运降临。魔神把窗户弄出了一点声音，小少爷唰得看过来，一眼看见了自己熟悉的脸，像无数个月满戏楼的夜晚，出现在自己窗边，带他偷偷溜出去。小少爷呆住了，你怎么在这儿？傻乎乎的，魔神心想，眼神却温柔。他想起那杯下了药的合卺酒，趴在窗边，仿佛真的是个路过此地的游人，眼神里透出一点迷茫。我也不知道，我一醒过来就下意识找到这里来了。魔神眼神温柔的看着小少爷，你认识我吗？小少爷死死咬住自己嘴唇，却还是呜的一声哭了出来。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谁？可他说不出口。魔神从窗户里跳了进来，走到小少爷面前，他身形高大，小少爷完全被他的身影笼罩了。现在知道哭了，给我下药的时候怎么不怕？魔神抬手擦掉了小少爷的眼泪。小少爷呆住了，一时间甚至没能理解魔神的意思。但随即他就被魔神抱了起来，却又翻个身，背面朝上。魔神啪啪啪打了几下小少爷浑圆挺翘的小屁股，用的力气不重，听着却响。小少爷涨红了一张脸，挺能耐，给我下药。还好那药对我没用，不然你不白丢了一相公。魔神问他，看小少爷可怜巴巴红着一张脸，魔神又把他抱起来，搂紧怀里。好了，不哭了，是我错了，不该不和你说。小少爷委屈的哭出来，我不是故意给你下药的。魔神拍着他的背，听他抽抽噎噎说道，你再厉害也打不过有神格的魔神啊！我要是跟你跑了，家族不仅遭殃，你跟我还是会被抓到的，到时候你怎么办？小少爷哭得可怜，魔神心都跟着一揪一揪的，心想完了，这误会大了去了，他这个小妻子待会儿会不会揍他？那你怎么不问问我是否打得过魔神呢？
魔神捧着小少爷哭花的脸，你怎么不想想，也许你相公跺个脚魔界抖3抖呢？小少爷打了个哭嗝，狐疑的瞧着魔神。魔神从小少爷的脖子里勾出了一条细细的项链，项链底下缀着一个粗笨的玉戒指。魔神心里头一阵心虚，说：“那个，我跟你保证，魔神他不丑不胖，洗澡也不吃凶兽。”小少爷又打了个哭嗝，但不哭了。要不我跟你讲个故事吧，魔神的故事。魔神长话短说，发现小少爷看着他的目光越来越危险，心里头也有点抖。就魔神呢，以前年少心思单纯，跟一个人间的家族签了契约，每一代那个家族都会送出最优秀的子弟去魔界培养，魔神会收他们为学徒，助他们得道。然后这个家族这一代的那个最优秀的孩子长得特别好看，刚出生就特别可爱。他出生的时候，魔神来看他，那晓得这个小东西虽然年纪小，力量却充沛，把魔神把魔神绑定了，签了一个契约，只要这个孩子活着的岁月里，魔神都属于他。魔神偷偷看了一眼，小少爷彻底不哭了，面无表情看着他。魔神清了下嗓子，声音越说越小，然后那个魔神他没办法，必须得护着这个孩子，就假扮杂役混进了这个小少爷府邸，然后跟看护一朵花一样，精心把小少爷看护到18岁，眼看着要解放了，这个白白软软可爱天真的小少爷却钻进了魔神被窝里。屋子里一时间安静的有点过分。小少爷拍了拍掌，给予了肯定，好故事，起承转合，精彩。他非常平静，看着魔神写满了心虚的脸，也没有发怒，只是温温柔柔的问：“那这个戒指是怎么回事？”魔神抓着小少爷白嫩嫩的手，小声道：“就下聘呗，这是魔后的戒指。长得不好看，但是拥有它就有魔界一半疆土。”哦，还知道主动下聘。小少爷冷静的想，我是不是还该夸夸你？那你为什么带我私奔呢？小少爷温柔的问。魔神彻底没了底气，声音越来越小，急耸，特别没面子。我那不是，看你们的话本子，觉得私奔刺激吗？就带你先玩一圈，本来打算今晚带你回来摊牌的。魔神不敢说话了，他觉得小少爷的眼神有点可怕，一股凉意从脊椎一路窜上来，魔神没出息的觉得自己有点腿软。小少爷深吸了一口气，晃了晃自己柔嫩白皙的手，和风细雨的问：“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小少爷微笑着问：“你刚刚打了我几下屁股？”魔神吞了口唾沫。许久后，魔神酒后落泪，抓着魔界总管诉苦：“你是不知道，我们新婚第1晚，他扔下我就跑了。第2天我去找他，跟他坦白，要带他回魔界成亲，他还家暴我。”魔界总管听着魔神大人魔音贯耳，嗡嗡嗡的好让魔烦。他渴望的目光又落在了窗外的树上。啊，这棵树怎么这么矮，一点都不合格，要早日长成可以上吊的树哦。魔神大人自继位以后，已经过去2000年了，魔界风调雨顺，哪都挺好。唯一一点不太好，就是魔神死活不开窍，对于多情美貌的魔女正眼都不瞧一下，愁坏了长老院，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小魔君啊？长老院一发愁，又不能逮着魔神指鼻子骂，就都去骚扰魔界总管，烦得他夜夜失眠，抚树长叹，拿着白绫在树上挂了几遭。可惜上吊对于一个魔来讲太难了，根本死不了。如今可好，魔神大人去人间逛了一圈，竟然抱回来一个人间的奶娃娃，要当魔后，还是个男的。长老院紧急开了议会。长老，我听闻魔后才19岁，这不还在吃奶吗？魔神此举过于禽兽了，我不能同意。长老毕说你年纪大了还不承认，你忘了？人类的生长跟咱不一样，19已经成年了，能成亲生崽崽了。长老 C 在魔族也算是年岁已高，白发苍苍，耳朵不好，只听见了一句生崽崽，当即鼓掌，好，生崽崽好，爷爷这里还有小魔兽，给崽崽当坐骑。长老院讨论了一夜，也没讨论出个结果。第2天，还是一个个拄着手杖去迎接魔神大人和新后。
在没见到辛后前，长老 A 和长老 B 偷偷咬耳朵，说辛后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居然区几年就迷住了魔神大人，一定是个风骚的小妖精。结果人间和魔神殿的通道一打开，只见魔神手里牵着一个才到魔神肩膀的小少年，生得雪白粉嫩，脸颊还有点肉肉的，嘴唇却粉嘟嘟的。虽然穿着红色的嫁衣，但往魔神旁边一站，还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禽兽啊！长老 A 和长老 B 看着魔神，一致想到。魔神不知道长老院都在想什么东西，他一把抱起自己软绵绵的小妻子放在怀里，对着迎接他的人敷衍的挥挥手，该干嘛干嘛去，别挡道。又换了一副腔调，柔声对怀里有点困倦的小少爷说道：明天才是大婚典礼了，我带你先去睡，别累着了。小少爷在他怀里打个哈欠，揉了揉眼睛，他是真的困了，望见那边三个老人家一直盯着他，困迷糊了，出于礼貌叫了一声爷爷好，声音又软又乖，听得人心都化了。魔神心想瞎叫什么，乱辈都分了，你叫爷爷，我叫叔叔，像话吗？但是他也不敢说，他也不敢提，抱着小少爷就回自己寝殿去了。余下三长老面面相觑，心到这小魔后自己还像个崽崽，怪可爱的，要不给崽崽再弄个魔后宫吧，让他俩分开住。这崽崽怪可爱的，魔神那混小子欺负他怎么办？长老 A 道：可不是。长老 B 也觉得是，这么小可不能生崽崽，让魔神那个兔崽子老实点。到了大婚当日，因是魔界千年难遇的盛事，三界里但凡地位尊贵的神君几乎都出动了，人间的修道者也来了不少。魔神心满意足抓着小少爷的手，穿着大红的新郎礼服，准备好好跟天界帝君这个万年老光棍嘚瑟一下。没想到帝君也喜气洋洋的，一点没有被刺激到的样子，笑眯眯也牵着一个高个子少年人的手，跟魔神嘚瑟他新收的义弟。我义弟好看吧，还是个修炼的好苗子，哎，就一点不好，特别黏我，晚上都不敢一个人睡，非要靠着我。帝君得意洋洋，而魔神在看清楚旁边那个帝君义弟的脸时，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义弟确实生得不错，眉眼美艳至极，似一把出鞘的剑，美得锋芒毕露。然而往帝君身边一站，一双眼睛却含情脉脉，小鹌鹑一样挤在帝君身边，乖得不得了。但是他的视线跟魔神一对上，就瞬间沉了下来，眼含警告。魔神满脸麻木的听着帝君天花乱坠的夸奖自己这个义弟，心里只有呵呵。屁个你的义弟，这特么是我失踪已久的亲弟，排行老七，魔界出了名的猖狂跋扈冷漠无情的七魔君，帝君你似不似下？中间宴请宾客的时候，魔神好不容易抽了个空把他七弟逮住了，两个人随身一闪就进了一个小隔间。刚刚还美颜清瘦的高挑少年，转眼变成了一个身形不输于魔神的冷峻青年，依旧是美艳逼人的一张脸，却无端多了点阴郁森冷。还不等魔神开口，七魔君就阴森森开口：敢告诉帝君就杀了你哦，哥哥。魔神简直头疼，不是，你在他身边想干嘛？兔崽子，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行为极其容易挑起两界战争。帝君他虽然脑子不好，但是也是一界之主，不许说他坏话。七魔君大不敬的踹了自己的亲哥一脚。那你说，你到底想干嘛？你总不会真准备给人家当弟弟吧？魔神问道。他这个七弟是心思最深的那个，打小就是个坏批，全然不知良心为何物。他是真的有点担心这小子觉得搞乱天界好玩，半夜把帝君弄死。没想到七魔君的眼神飘忽了一下，透过重重的纱帘落在了外头正满地找自己义弟的帝君身上，脸色不易察觉的红了红。没想干嘛？就是准备给你找个弟媳。七魔君轻飘飘说道。然后他一手幻化出自己的本命长剑，噌的一下插入了魔神身后的墙里，微笑着对魔神道：你可不能戳穿我呀，哥哥。魔神一根指头弹开了他七弟的长剑，他眼看着他这个喜怒无常的弟弟又变回了美艳清秀的少年人，掀开帘子，蹭蹭蹭跑去了帝君身边，扑进帝君怀里，也不知跟帝君说了什么，
帝君恶狠狠地往魔神这里看过来，心疼地拍着怀里七魔君的背，带着他走了。魔神沉重地想，有这么个一界之主，天界迟早要完。魔神与魔后新婚后第4年，人间与魔界有了第一次官方意义上的正式往来。人间皇族的三公主殿下请命入魔界修行，得批准。此后，三公主就在魔界安家落户，偶尔才回去探亲，避开了皇权纠纷。三公主入魔界1月后，也举行了婚礼，却不是和魔界青年才俊成亲，而是娶了随她一起入魔界的女子的，名为阿兰。魔神与魔后都出席观礼。此后，魔后因为跟新娘久别重逢话太多，直接扔下了另一个新娘和魔神面面相觑，两人手牵手跑去吃小吃，就是后话了。又过了几年，万年老光棍帝君也娶妻了，娶的是魔界七公子化眼魔君。官方表示，这是天界与魔界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建交，开创了天界魔界和谐的新局面。但据魔界小报透露，华眼魔君是死皮赖脸才嫁过去的，生米都煮成了熟饭，由不得帝君不娶，以及帝君才是下面那个。